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如果让你一整天都不用手机，你会怎么样？我们两个人呢就亲自尝试了一下，挑战24小时完全不用手机看看这一天到底会发生什么，然后也顺便来聊一聊我们到底有多离不开手机。对，其实这个挑战一开始还是挺让人焦虑的，但是经历下来之后发现其实有很多意外的收获，也有很多跟你想象中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就开始吧。咱们先来说第一趴啊，就是我们到底有多依赖手机，就是这个挑战之前的恐慌。我想问，就是大家在真正开始这个无手机日之前都做了哪些准备？其实挺有意思，就是很多人会提前把自己的重要的消息都处理掉，然后把自己的日程都安排好，甚至会专门跟自己身边的人说啊，我待会儿可能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办法接电话的，就怕错过什么重要的事情。这听着确实像在为一场大冒险做准备。还有人就是会把自己的手机锁在一个抽屉里，或者说交给朋友帮他保管，然后他自己还要提前想好说我没有手机了，我要怎么出行，怎么去买东西，甚至有的人会就是写下来自己为什么要挑战，就是要给自己打气，就是你把这些事情都准备好，就感觉好像你在为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做很多很多防备。我觉得这些准备背后暴露了我们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其实就是大家很担心自己会错过一些重要的信息，或者说大家很怕自己就是没有办法应对一些突发的状况，所以说才会提前做这么多的准备。就像你要去探险之前，你要把你的装备都检查好，所以说是一种不安和一种依赖。对，就是你像有的人他就是一想到说我没有手机了，我就会心跳加快，我就会焦虑。那其实手机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心理的安全垫，就一旦要拿开这个安全垫，大家就会觉得好像我的生活的秩序都要乱了。你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无手机日当成一个镜子的话，它最能照出我们日常的哪些习惯？就这个挑战其实就是把大家的无意识的小动作都变成了有意识的。就是你平常可能吃饭之前要刷一刷手机，睡觉之前要刷一刷手机，甚至说你连等电梯都要刷一刷手机。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对手机的这种依赖已经渗透到了你生活的每一个缝隙里面。对，就变成了一种你自己很难去摆脱的一种习惯。对，那我们来聊一聊第二部分，就是这无手机的24小时当中，有哪些是你完全没有预想到的体验？好吧，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当你突然没有手机在身边的时候，你在感官和注意力上有哪些变化？就我一开始没有手机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周围特别的安静，就你平常可能都习惯了有那个提示音在你耳朵边响，然后你滑屏的这种刷刷刷的声音，那一下子没有了之后，你会觉得你好像听力都变得更敏锐了，就你能听到地铁里面的广播和那个轨道的声音，你能听到身边的人在聊天，你甚至能听到自己走路的脚步声，就听起来好像是你突然被拉回了现实世界。对，没错没错。就比如说我早上起来，我没有去第一时间去摸手机，然后我就听到了水壶在叫，我闻到了咖啡的味道，我看到了窗外的雨和樟树。就你会发现其实生活中的这些细节是很丰富的。你没有了手机之后，你反而会更专注在当下，你会觉得时间好像变慢了，你会开始注意到一些你平常完全忽略的小确幸。如果说让你过一天没有手机的日子，你觉得最让你措手不及的是什么事儿？我觉得最麻烦的就是你出门你要找路，对吧？你要查地图，你要看时间，然后你要跟朋友联系，你要付款，你全部都没有办法靠一个手机解决了。就你好像一下子被扔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里面，你什么都不会，你只能去求助路人，或者说你要翻出你的钱包用现金，这种很老的方法。对，这个确实是会让人一下子觉得有点无助。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工作的时候没有办法查资料，然后你生活的时候没有办法及时的跟家人沟通，就是你会觉得你一下子被切断了跟外界的联系，你很不安，你会很焦虑，你会很烦躁，你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你就会不断的去摸自己的口袋想要找手机，就你会发现你其实是这么依赖它。你觉得在这24小时没有手机的时间里面，你跟身边的人真实的互动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我觉得因为你没有手机，你就会更主动的去跟你身边的人交流。就比如说你在地铁里面，你可能会观察到一些陌生人的一些小动作啊，然后你比如说跟家人吃饭，你会专注的去听他们在说什么，就感觉好像是
你把你那个屏幕放下来之后，你整个生活就鲜活起来了。对，你会发现其实你身边的每一个片刻都是值得你去体会的，对，好像你重新认识了生活本身。我们来进入到我们的第3趴啊，这一次的话题是预想与现实的反差，我们到底依赖的是什么？对，好，第一个问题啊，你觉得大家在不使用手机之前最大的担忧是什么？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会想，我没有手机，我就没有办法跟外界联系了，然后我可能会错过一些重要的信息或者重要的机会，对，就会觉得好像我一下子就被切断了跟这个社会的主要的连接，就会有很强的孤立感。对，而且就是因为现在手机已经几乎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支付啊，还是出行啊，还是工作，大家都觉得好像我离开了手机，我什么事情都办不了了。对，就会觉得不仅仅是沟通的问题了，日常的生活都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对，所以会有很多焦虑和不安。对，那你觉得大家在真正的过了一天没有手机的生活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其实很多人会发现，就是比自己想象的要难太多了。对，现实生活里面，你无论是进地铁，还是买杯咖啡，还是预约一个什么东西，全部都是要扫码的。你没有手机就寸步难行。对，你连想跟人交流都觉得好像少了一个什么依靠，听上去真的挺让人手忙脚乱的。没错。然后还有就是，很多人还会有一种很奇怪的失落感，就你刷不了短视频了，你没有办法被那个碎片化的信息一直刺激之后，你会觉得你心里好像缺了一块，时间也变得很慢。对，还有就是你会发现你晚上反而睡不着觉了，就是你会有各种各样的戒断反应，其实远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对，就是你心理和生理都有。对，我们到底是离不开手机本身，还是离不开手机背后的这些东西呢？其实我觉得我们真正依赖的不是这个玻璃和金属的这个东西，而是它背后的那个随时可以连接的网络和那个巨大的信息库，以及所有的你的日常的需求都可以被一站式解决的那种安全感。对，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习惯了被各种信息和服务环绕着。没错，就是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数字身份证。对，然后它帮我们去定义了我们是谁，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它甚至还抚慰了我们对于孤独和未知的那种恐惧。对，所以我们才会在断联的时候产生那种焦虑。其实这是一种数字时代的分离焦虑。所以啊，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去对离开手机这件事情这么焦虑。对，可以试着从一些小的挑战开始，比如说把晚上睡觉前的手机放下，或者说把吃饭时候的手机放下，慢慢的去体会一下没有手机的那些细微的美好。好了，那就是今天这样内容了，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大胆的尝试一下属于自己的无手机时刻。咱们下期见，拜拜。